一台跑到94000英里的 BMW 335i 现在就躺在废车场里，引擎整颗咬死，连杆轴承全部报销，直接报废。重点是车主以前照顾这台车跟照顾神明一样，每7500英里按时换机油，保养记录一次都没漏过。照理说这台车现在应该要状况完美，顺到不行才对。但保修单上记录不到的是他每天那15分钟通勤路程里的驾驶习惯，那个习惯太常见，看起来太无害，他到死都不知道就是这招把自己的引擎给弄烂的。而现在成千上万的 BMW 车主也都在犯一模一样的错误，动作不同，下场一样，引擎提早下课，而且发现的时候都太晚了。我们今天讲的不是那些低级错误，而是那些你觉得再正常不过，却在暗地里把你引擎寿命直接砍半的隐形杀手。坏习惯一，冷车刚发动就直接大脚踩油门。来想象一下这个画面，礼拜二大早上，车子在路边或地下室停了一整夜，气温大概只有10度出头，你上车发动，排档一打，开出去不到1分钟就要汇入高速公路。为了顺利切进车流，你直接大脚油门踩下去，叫涡轮出力，感觉很顺，对不对？一点就着，仪表板没亮，任何故障灯，看起来一切正常。但你知不知道，这时候你的引擎内部其实正在硬碰硬，机油在低温下放了一整夜，粘度会变高，整晚变超浓稠。你一发动，机油压力虽然很快就拉上来了，但机油压力跟机油流量根本是两回事儿。你油压够不代表机油真的有顺利流到每个角落，像是连杆波丝、曲轴大波丝、凸轮轴波丝，这些金属零件全靠一层薄薄的油膜在防磨，机油太粘流不过去，那就是金属直接干磨。这时候你又补一脚大油门，涡轮直接渐压起浪，在机油温度还比正常工作温度低了15到20度的情况下，引擎被迫直接炸出最大扭力，结果是什么？就是轴承表面产生肉眼看不见的金属直接摩擦。你在车内完全感觉不到，也听不到任何异音，但每一次你这样开，它就在默默扣血。你这样天天开，连续搞个3年，引擎内部的磨损程度就跟被狠狠操了25万公里一样衰老。但你的仪表板里程数却只跑了10万，完全是隐形杀手。杀肉场里那些报废的 BMW 335i 很多就是这样死的。技师把引擎拆开来看，那个波丝磨损的痕迹完全就是长期冷车大脚踩出来的，几年累积下来的内伤，平时完全没征兆，一发作直接就是波丝吃掉，引擎大曝光。准备花10几万重组或换引擎，要怎么解？大脚热血之前，请老老实实顺开10分钟。如果遇到寒流低于10度，最好顺开个15分钟，在机油温度还没到80摄氏度，约180华氏度之前，转速控制在3000转以下，增压值控制在 0.358 约5 psi 以内。改掉这个坏习惯，你的爱车引擎寿命随随便便多活个15万公里。坏习惯2，在高档位重拖引擎。这个习惯很多人觉得省油，你开到6档，转速只有1500转，时速大概30-40公里在滑行，引擎顺顺的推，瞬间油耗看起很漂亮，好像完全没毛病。但你知不知道，你的引擎正在承受一种你根本察觉不到的折磨？当引擎在极低转速下要硬扛中高负载时，内部会产生异常燃烧，导致气缸压力过高。低转速时，气缸内的压力极大，但燃烧速度却很慢。这会产生一种引擎设计上根本不打算让你长期承受的异常高压，尤其是现代搭载直喷技术的涡轮 BMW 对这种操作特别敏感，因为现在的涡轮就算在低转速也能打出增压值，这直接让问题雪上加霜。你等于是在引擎机械力矩最吃力最不对劲的转速区间硬要它炸出大动力，结果是什么？就是活塞环承受超高应力，气缸爆，大量积碳、曲轴和波丝加速磨损，严重的话甚至直接把活塞顶面给砸毁，甚至引发低速预燃 LSBI 爆震。你的变速箱做6速、8速甚至9速是有原因的，每一个档位都有它最适合的车速和负载范围。当你打在6档转速只有1500转，却想踩油门加速时，你完全是在它的合理工作范围之外硬干。BMW 的引擎本性就是喜欢拉转，平常巡航的黄金甜蜜点是在2000到3000转，如果想要加速2500到5000转才是这台引擎既有保护力又能高效输出的区间。要怎么解？退档就对了，只要转速低于2000转，又需要补油门加速，直接退一个档位，切到 Sport 模式或改用手排模式，让引擎维持在动力甜蜜带，加速时顺让它拉到3500甚至4000转。一台 BMW 引擎在正常负载下拉到4000转所受到的应力，绝对比你在6档1500转那边硬踩大油门重拖要小的太多了。
坏习惯3，接近红灯时滑行打空档。这个习惯最常出现在首排 BMW 的车主身上，在停等红灯前的100-200公尺就把档位拉回空档，一路滑过去。大家的逻辑听起来好像很合理，省油、减少离合器磨损，感觉效率很高。但实际上这样做正在偷偷害惨你车上的2个关键系统。第一个，现代缸内直喷的 BMW 车款，它的高压汽油泵浦、高压帮浦非常依赖引擎真空度跟特定的转速区间来维持正常润滑。当你打空档滑行，引擎转速直接掉到怠速的600到800转，在怠速状态下，高压帮浦的润滑效果其实非常微弱。如果你长期这样开，就是在加速耗损你那台超贵的高压汽油帮浦。第二个，也是更严重的问题，引擎积碳。当你挂着档位减速，也就是利用引擎刹车 engine brake 时，引擎会在高转速运转，但这时候系统会完全切断供油，这在车圈叫做减速断油 deceleration fuel cutoffs。 在减速断油的过程中，引擎运转在2000到4000转，完全不喷一滴油，同时进气阀门会有最大流量的空气灌进去。这种高流速的强劲空气刚好可以把进气门上面的油气刷掉，防止积碳附着。相反地，如果你打空档滑行，引擎在怠速，系统依然在喷油，而且进气流量小得可怜，你等于直接放弃了引擎自我清洁积碳的天然绝招。跑个8万公里下来，那个差距非常明显。习惯用引擎刹车的车，进气门的积碳状况绝对比那些动不动就打空档滑行的人少非常多。要怎么解？保持挂档滑行，一直到距离前面停下只剩1-2台车身的距离时，再踩离合器退空档，让引擎刹车帮你拉慢车速。而且在引擎刹车减速的过程中，油耗根本是0，这绝对比你打空档怠速在那边烧油还要更加省油。坏习惯4，下山跑山路完全不用引擎刹车，一路含着刹车踩到底。来想象一下这个画面，你在开山路，遇到一段超长的下坡，很多人档位就直接挂在 D 档到底，全靠踩刹车在控制车速，就这样一路含着刹车滑下山。当你档位挂太高，完全依赖刹车皮在咬碟盘时，刹车系统的温度会直接飙到爆表。但更大的问题是你的引擎完全没在帮忙，这时候引擎只在那边1500到2000转低速怠速，好像很轻松，但另一边你的刹车正在产生几百度的超高温，直接对着周边的关键零件烤肉，像是轮轴承、半轴传动轴、CV joint、底盘橡胶衬套，全都在承受这种高温辐射。轮轴承长期在这种高温下运作，寿命直接打折，刹车油过热会加速吸水沸腾，甚至让你刹车脚感变软，刹车热衰退。再来就是刹车碟盘吃单边、吃钩变形、歪碟盘，连刹车皮都会直接被烧焦结晶 glaze 失去抓地力。BMW 的刹车系统在原厂设计时本来就是搭配引擎刹车一起运作的。德国工程师在设计车子时就预设驾驶在下坡时会主动手动退档，用引擎的牵引力来控速。正确的引擎刹车是选一个能把转速维持在3000到4500转的低档位，让引擎帮你挡住车速。刹车皮只需要在进弯前或要完全停下时补一下就好，这对涡轮 BMW 来说更是保命关键。当你挂低档下坡时，废气依然在带动涡轮旋转，但系统完全不打增压。这时候大量通过的空气刚好可以帮涡轮做自然冷却降温，防止热累积 heat soak。 如果你一路打高档位或空档滑下山，一到山脚下马上熄火停车，热量直接全部锁在涡轮里面，那就是在把涡轮轴承里的机油活煮焦积碳。要怎么解？只要遇到长下坡，不管是走阳明山还是北宜公路，请手动退个1到2个档位，让引擎帮你控制车速。改掉这个坏习惯，你的刹车皮跟碟盘寿命直接翻倍，涡轮不容易坏，而且你在山路上的车身操控性也会好非常多。坏习惯5，狂飙或大脚玩，一抵达目的地就立刻熄火。这个坏习惯绝对是涡轮的第一杀手，而且会在油路系统里产生机油焦化结碳。来想象一下这个情境，你在国道上以时速130 140公里一路狂飙了1整小时，涡轮狂打增压，引擎拼命高负载运作，结果你一开出交流道，才顺开个2分钟抵达目的地，熄火键直接按下去，完全没有给它任何退热散热的时间。当涡轮引擎在打保压的时候，涡轮轴心的转速高达每分钟10万到18万转，这时候流过涡轮的机油不只要吸走涡轮本体的超高温，还要承受高达650摄氏度、1200华氏度以上的排气废气烘烤。如果你一停好车就瞬间熄火，机油循环会立刻停止，但这时候涡轮本体依然烫得跟火球一样，那些残留的超高热量没地方去，直接全部死烤着停留在涡轮轴承里的机油。当机油在没有流动的情况下被高温死烤，它就会直接煮焦，形成硬邦邦的碳粒与油泥。
这些焦化的积碳会堵在涡轮轴承跟进油管油道里，久而久之，油道越来越窄，机油送不过去。原本一颗可以用30万公里的涡轮跑个12万公里就提早报销，而且一坏就是大惨案，轴承直接卡死，开始严重吃机油，排气管狂冒蓝白烟。专修涡轮的技师就直言，我收到那些轴承提早损坏的涡轮，有90%以上拆开来全都是热累积思考 heat soaks 跟机油焦化的痕迹，车主都是一路狂刹，到家立刻熄火，就这样搞了好几年。要怎么解？方法超级简单，只要你刚刚经历过高速度飙车、山路热血操驾，或是刚跑完大鹏湾力保赛道，在熄火前请给引擎2分钟的退热冷却时间，快到家或快到休息区的前1-2公里放慢车速，顺开，停好车后让引擎怠速，原地运转个30到60秒再熄火，让机油在涡轮慢慢降温的同时继续保持流动。光是这招就能让你的涡轮寿命直接多活15万公里。今天讲的这5个坏习惯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做起来感觉太正常了，它不会跳引擎故障灯，也不会让你当下立刻顾路，引擎听起来依然顺畅，你完全感觉不到有什么不对劲。这就是为什么它们是最可怕的隐形杀手。等你终于感觉到症状，像是怠速抖动狂吃机油，动力衰退的时候，引擎内部早就受伤了。那时候等待你的就是几万甚至10几万起跳的大修单，或是直接换一台引擎。那些能把 BMW 开到20-30万甚至40万公里都不坏的神人车主开的并没有跟我们不一样，他们只是用正确的方式在开车，他们懂涡轮需要冷却退热，懂冷车机油保护力不够，懂引擎刹车的用途，也懂变速箱有那么多档位不是拿来摆设的。别在冷车刚发动就大脚踩油门，别在高档位低转速重拖引擎，别在接近红灯就打空档滑行，下坡跑山别再只靠踩刹车，善用引擎刹车，大脚热血完别再立刻按熄火。5个简单的小改变就能帮你省下大笔修车费，让你的爱车引擎寿命延长好几倍。这就是打破 BMW 妥善率很差的迷思，跟让爱车变成杀肉场报废品之间最大的差别。如果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帮我按赞分享给身边开 BMW 或涡轮车的朋友，也别忘了订阅频道，未来还有更多最接地气的养车跟用车实用干货。我们下支影片见。